今天来写生哈，写生这一张图也可以先截一下屏哈。3、2、1，好，咱们今天画一张30整张束缚的。 好，3尺整张哈，亲爱的家人们，3尺整张。好，咱们画一幅写生的图啊，大家看到了吗？没有看到的家人们再看一下啊，今天写生这一张啊，写生这一幅图，那这幅图就直接按照这幅图来写生就可以了。这幅图已经是一幅非常好的一个构图了。来，我们找到中线的位置，我们看一下这张图。 第一朵花所在的位置啊，可以画到中下一点点哈，这一朵花画到中下一点点，然后这一朵花在这个左上啊，在这个左上，后面还有一朵，这个花就比较多哈，然后这边叶子哈，这边还有一朵小一点的，好，这里叶子，两边都是叶子啊。 叶子后面的话，这里如果有空间的话，我们这后面还有一些半朵啊，遮挡的一些。好，这里画叶子。好，出枝，这里的本身这一幅的话，出枝它本身也出的非常好看啊，本身出枝都出的挺好看的。我们大概就。 差不多就按这样子，非常好的一幅构图，颜色也很鲜艳啊。最近大家说过年就喜欢看画红色的鲜艳的，那我们最近就多画一些鲜艳的，好不好？好，这个是3尺整张哈，3尺整张，这个是100乘以50，100乘以50。 好，来一起来分解一下颜色，好不好？来，底色我们还是这个太白加3绿加胭脂，但大家一起来分解颜色啊。玫瑰红、牡丹红、曙红、胭脂。辅助颜色可以用点墨，那辅助颜色用一点墨。那我们开始调色了哈，亲爱的家人们，咱们开始调色。还是先调底色，底色还是这个太白3绿胭脂。好，这个太白少了一点点啊，再加一点。好，加点3绿。咱们加水。
好，咱们的颜色是玫瑰红、牡丹红、曙红、胭脂。这个是我们今天的颜色。好，咱们来调色啊，玫瑰红。好，这个底色的话还是有一点点浓哈，如果再稀一点会更好一点，有一点点浓，所以调出的颜色有一点点粉，有一点粉，看到吗？有点白粉的这种感觉，当然也还行哈，也还行。我们待会儿调来看啊。来，再调玫瑰红，哦，再调牡丹红啊，这个是玫瑰红，这个是牡丹红，颜色一定要调久一点，像我一样，把颜色调久一点，一定要调均匀，调饱满，让笔肚的颜色饱满起来。咱们画的这个花瓣，它干了之后，它才不会发白哈。牡丹红，来再调曙红。调曙红，笔尖调一丁点胭脂，来，我们试一下这个颜色。好，试一下这个颜色，觉得这颜色可以，我们就可以开始画了。跟这一朵花的颜色接近，我们就开始画了哈。咱们开始今天的这一幅作品。好，第一朵在这个中下的位置哈，在中下的位置，这个是我们折了一个中线，这里是中线，大家看到了吗？咱们画的中线啊，中线稍微偏右一点点的位置，偏右一点位置，先定一下它的位置哈，先定一下它的位置。来，咱们就画在这个地方，画在这个地方好了。来，开始啊！来，首先我们再来补充一点颜色，补充一点玫瑰红，补充一点牡丹红，补充一点曙红。好，我们现在画一些反瓣，所以胭脂可以不用补哈，胭脂可以不用补。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朵花，它这朵花它不是说一个长得正反瓣都很标准的花，所以我们画的时候可以更加随意一点的去画，更加随意一点的去画。好，笔尖再来补充一点点啊，但是颜色的话还是一定要均匀啊。颜色均匀，画这朵花怎么画你都好看，一定要颜色均匀。笔尖再来补充一点曙红，笔尖补充一点曙红，补充一点点胭脂，因为深色的地方如果没有一点胭脂的话，它的颜色就层次出不来哈。笔尖补充一点点胭脂。那像这个花的话，我们就不用说把所有的反瓣都画完再去补充正瓣，我们可以整朵花整个花瓣依次的去这样画。好，再来补充一点玫瑰红，补充一点玫瑰红，补充一点牡丹红，补充一点曙红。笔尖还是可以来一丁点胭脂哈，这个时候胭脂不要太多。但是也可以加一点点胭脂进来。好，再来补充一点点曙红，一点点胭脂。一点点玫瑰红，一点牡丹红，一点曙红，依次的去补充，让颜色更均匀哈。
好，笔尖再来一点点曙红。好，这个笔肚有点干，咱们来补充一点底色，轻轻的去蘸一下啊，补充一点底色。好，再来补充一点牡丹红，补充一点曙红，补充一点点胭脂。好，中间这里可以花颜色可以更深一点哈，可以多补充一点啊，补充多一点玫瑰红，多一点牡丹红。好，中间的颜色会更深一点哈，再来补充一点胭脂。好，花瓣可以碎一些哈。好，再来补充胭脂。好，再来补充一点点胭脂。中间这里啊，花瓣更碎一点点，深的地方可以加一点点黑色，深不下去，我们再来加曙红一点点胭脂。如果想要很深的时候，深不下去的时候，我们可以蘸一点点黑色，在这个盘子的边缘去蘸一点点黑色，黑色一定要慎用啊，慎用，不要太多了。好，加一丁点这个黑色进来，再加一点胭脂。好，中间会有一些更黑一点的地方。来，再补充一点玫瑰红，一点牡丹红，一点牡丹红，一点曙红，一点胭脂，加一点点黑色啊，加一点点黑色。花瓣哈，有大有小。好，再来补充一点点胭脂，补充一点点黑色。好，来再补充一点底色啊，再补充一点底色，再来补充一点点玫瑰红，一点曙红，一点牡丹红，一点曙红，加一丁点胭脂。好，这些花瓣啊，可以很随意的去画，画碎一点点啊，画碎一点点。笔尖深不下去的时候，你可以加一点点黑色，来偶尔可以画一个稍微大一点的花瓣啊，大点的花瓣也要有这种点出这种碎的这种感觉。这个花的话，它就是很碎花瓣，就不要把这个花瓣画的太圆了哈，不要把花瓣画的太圆了。
好，再来补充一点玫瑰红，一点牡丹红，一点曙红，笔尖一丁点胭脂哈。好，笔尖再来补充一点曙红，补充一点点胭脂。好，可以画一些这种小帆瓣。接下来我们把颜色调深一点，因为画了几个反瓣，我们要补充一下正瓣啊。来，再补充曙红，颜色依色调调均匀，调饱满哈。然后调胭脂，前面的颜色够饱满，你再去调胭脂的时候，胭脂就不会发灰哈。饱满的情况下才会灰啊。好，这几个花瓣里面补充一点点正瓣进来。好，笔尖再来补充一点点黑色。回一下笔啊。好，再来补充一点点胭脂，补充一点点黑色。好，这些花瓣我们都用点的这种方式，不要把花瓣尽量不要把花瓣画的太过于圆哈，太圆，就画的感觉碎一点点会更好，让它碎一点点会更好。好，再来补充一点点胭脂，补充一点点胭脂。花瓣都是比较碎啊，层次可以比较多。好，现在笔上有点干，我们再来补充一点底色啊，轻轻的用笔肚去补充一点底色。好，颜色依次调均匀哈，然后调胭脂，笔尖也可以加一丁点黑色。好，把这一笔也加深，这笔
这笔花瓣我们把它加深一点，水分有点大，笔尖上水分有点大。好，再来调多一点颜色，调一点玫瑰红、牡丹红、曙红。这里再来一层大花瓣啊，不要太远啊。好，笔尖沾一点点胭脂。来，再蘸点胭脂哈，再蘸点胭脂，蘸一点黑色，蘸一点黑色。把这个花瓣直接加大一点，不要画太多。好，加一点胭脂，加一点点黑色。好，把这个花瓣加多一点。好，我们外面还要加一层，稍微浅一点点。那我们先把笔器洗一下。好，我们重新补充底色啊，重新把底色调和一下。好，补充了底色，然后我们继续来调这个玫瑰红。好，现在补充玫瑰红，然后补充一点牡丹红，笔尖加一点点曙红，笔尖加一点曙红，好，可以。好，我们看一下这个花瓣啊。再蘸一点牡丹红，一点曙红。好，不要让它太圆啊，不要让它太圆，因为这一笔回笔回的有点深，回笔的时候这一笔有点深哈。好，在笔尖蘸，现在笔上都用浅色的啊，稍微笔尖再蘸一点点牡丹红进来，加一点点牡丹红进来。好，我们这上面再来看一下，再来补一下花瓣啊。看一下怎么去补充一些花瓣进来，笔尖蘸一点点胭脂。
笔尖沾一点胭脂，好，我们再蘸一点牡丹红，蘸一点曙红，蘸一点牡丹红，蘸一点曙红，蘸一点胭脂，把这一小缝隙里面再来补充一点点正斑进来。好，来回一下笔。好，把这个画长一点点啊。把这个花瓣来加长一点点啊，就感觉你们后面还有一点点这个浅色的这个层次出来。这个也是啊，这个里面后面加一点点浅色的层次出来。好，再补充一点曙红，一点点胭脂，把这个缝隙里面稍微加一点点进来。好，基本上这一朵花就可以了。花，这朵花基本上就行了。来，趁笔上还有一点点颜色，我们顺势的去回一下笔。回笔的时候，现在这个笔上的颜色有一点点深啊，这个回笔回的有一点深。那回笔有点深，我们把它综合一下，把这整个花瓣回深一点点啊，整个花瓣回一下，这样综合一下。这里也是呀。整个花瓣回一下，综合一下，它就不会显得这个跳出来了。好，这里还要加一点点花瓣啊。笔上干了，我们再来补充一点点底色哦。轻轻的，咱们再来补充一点底色。加一点玫瑰红。加一点玫瑰红，加一点牡丹红，加一点曙红，加一点点胭脂。咱们看一下这个花瓣怎么画才好啊？怎么画才好看？不一定要按这个图这里一样的去画。好，笔尖再来补充一点点曙红或者一点点牡丹红。好，再来补充一点牡丹红，一点曙红，一点胭脂。基本上就可以了吧，这朵花基本上就这样子就行了吧，不要画太大了，因为这一幅里面要画好几朵花呢。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把深色地方我们还可以再来调深一点啊，再来调整一下，把笔上再补充多一点颜色，补充饱满一些的颜色啊，牡丹红、曙红、胭脂多来一些。然后再加一点黑色啊，笔尖加一点黑色，把这个深色的，就是比较深的地方，咱们再来提一下，提的更深一点，就是前面感觉画的还不够深的地方啊。
啊，加一点黑色啊，加点黑色，把深色地方让它更深一点，颜色要饱满啊。好，把深色提的更深一点。好，这朵花就可以了。来，我们接着来下一朵，把笔洗一下，把笔洗一下。来，我们画它旁边的这一朵吧。是画上面的这一朵，还是画旁边的这一朵呢？旁边一朵，上边一朵。先画上边的这一朵吧。先画上边的这一朵，上面这一朵画到这里。画在这个地方，好，直接画到这个地方好了。可以稍微上一点点啊，在中线往上一点点的位置哈，中线往上一点点的位置。补充的底色我洗了还没有补底色，洗了还要调一下底色。好，这个位置画我们的第二朵花。好，我们来，还是一样的颜色哈，还是一样的颜色。先调这个玫瑰红，好，先调玫瑰红，然后调牡丹红，调牡丹红，调这个曙红，调这个胭脂。好，咱们开始啊，第二朵花，跟它稍微第一朵花稍微有一点点错开，不要让它对着了啊。花瓣尽量不要画的那么圆乎啊。好，笔尖再来补充一点胭脂，尽量不要太圆了啊。好，笔尖再来一点点胭脂，我们可以画到最后。像这些基本上是在课程里面靠后一点点，大家这个画的时候，这个用笔可以更随意一点点啊，更松动一点点。好，笔尖来一点点胭脂。两边这个反瓣形状稍微有一点点不同，就比如说这边这个反瓣咱们这么瘦，这边咱们就把它画胖一点点，补充一点曙红，补充一丁点胭脂。笔上颜色饱满，你就可以多画几笔。如果颜色不饱满啊，你画2笔它颜色就干了。好，趁着这个水分多的时候，可以往里回一下笔。笔尖再来补充一点点牡丹红，我的水分是比较多的，水分比较充足。生手的话一定要控制好水分，你画熟了水分多是你能掌控，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的新朋友啊，刚开始画的朋友，就水分你一定要把水分控制好啊，不要太多水分了。好，笔尖补充一点胭脂。好，笔尖再来一丁点胭脂。
哎，笔上干了，咱们补充一点底色啊。再来补充一点玫瑰红，补充一点牡丹红，颜色一定要调饱满。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这个盘子调了多少颜色，一定要把颜色调饱满啊。然后调一点曙红，笔尖调一点胭脂。好，笔尖再来一点胭脂。好，这些小缝隙里面。好，咱们笔上有点干，来补充一点底色啊。补充一点玫瑰红、牡丹红、曙红。这里来一个啊，牡丹红、曙红。好，来再来补充一点
好，看一下哪里需要再去补充一些花瓣啊。这一笔颜色有点深，我们上面的这些花瓣颜色可以稍微浅一点点啊，把笔尖上深的可以擦掉一点点。再来补充一点底色。再来补充一点玫瑰红，补充一点点玫瑰红，补充一点点牡丹红。好，外面来一层这种更浅一点的颜色啊。好，这些虚的地方啊，就让它水分比较多，虚。这两朵花写生的话，它本身这两朵花都不会说像我们的画的那个正常的这个包菜形啊，看得清清楚楚的，就是它就是整体有一点点这种。好，补充的底色再调一点点玫瑰红，一点牡丹红。好，这边再来一个浅色的花瓣。好，这里来一个大花瓣。好，来补充这个玫瑰红。好，这里来补充一个。好，多补充点这个底下的花瓣，多补充点胭脂，可以加一点点黑色啊。这一笔可以加一点点黑色。好，回一下笔啊。
这朵花基本上就差不多，我看一下大小啊，看一下大小，看一下它会不会太小了。太小了，我们再加一层花瓣啊。如果小了还觉得有点点小，我们再加一层花瓣。好，笔上再蘸一点底色，蘸一点底色。现在调色调少一点点，调一点玫瑰红，一点牡丹红、曙红、胭脂，少调一点。这个再来加一层花瓣，加大一点啊，这朵花，不要让这个花显得太小了。好，补充底色，补充玫瑰红、牡丹红、曙红、胭脂。这个缝隙里面这个缝有点大，咱们再加一个花瓣。好，我们再补充这个上面的这个虚的花瓣，虚的花瓣颜色会浅一点点啊。颜色浅一点，我们把笔上多余的颜色蘸掉，然后补充一点底色，少调一点点颜色，调一点这个玫瑰红，一点牡丹红，一丁点曙红就可以了哈。上面这个虚的花瓣，哎，这笔尖上有一点点不均匀，我们把它划掉一下，把它擦掉一点点。好，补充这个外面这一层虚的花瓣。花瓣要有这个大小的变化啊，要画一些这种大一点的花瓣出来。好，最后这个外面的一层这个花瓣就关乎到这个花型，所以我们画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点，注意一下它的花型。然后上面这个虚的花瓣就这样子点出来啊。然后回一下笔，趁笔上还有一点颜色，这样可以回一下笔。有一些缺口的地方可以这样子回一下笔，显得花瓣它的这个纹路啊，花瓣中间的这个纹路没有画到位的，我们稍微的可以补充一下，补充一点。好，这朵花就这样子，我们接下来下一朵，在旁边再来一朵，在它的上面再来一朵。好，补充这个玫瑰红、牡丹红、曙红，然后胭脂。好，在它上面啊，这里来一朵，半朵啊，不是一朵，这里就来一个半朵，颜色调的比较深一点，因为正好下面这一朵比较浅，所以我们上面这一朵可以让它比较深一点，让两朵的颜色区分开来。笔尖再来补充一点胭脂。好，再来一点胭脂。补充一点曙红，一点胭脂。那我们真实的这一幅画里面啊，这个图里面这一朵花，后面这一朵花的颜色会更浅。那我们自己在画的时候，我们把它画得更深一点。好，再来补充一点胭脂。上面的这个花瓣颜色可以浅一点点啊。
点出这些花瓣的这些层次。好，笔尖沾一点点胭脂啊。这朵花就是一个侧面的。好，沾一点底色，有点干，笔上有点干，加点底色，再调一点颜色，调一点玫瑰红、牡丹红、曙红、胭脂。好，回下笔哈，沾浓一点的这个曙红和胭脂，回下笔，让颜色更加有层次一点，让这个浅色里面有一些透出一些深色的颜色。好，这朵花就可以了。这朵花就非常简单的画完一朵花，把这个花瓣这里要蹭出来这地方稍微小心一点点，把它整理一下。我们让深色蹭出这个浅色的。现在画了3朵了，已经有3朵花了，亲爱的家人们。这里还有一朵啊，这里再来一朵，这个旁边这里再来一小朵吧。好，在这个旁边这里来一朵，旁边这里还是一样啊，调一样的颜色，玫瑰红、牡丹红、曙红，然后胭脂。好，再加一点胭脂。再来补充一点胭脂。好，笔尖沾一点胭脂。好，这个花瓣基本上就这么多，然后我们再补充。
好，补充一点点胭脂。好，鼻尖再来补充一点胭脂。好，这个是一个侧面的，基本上就差不多可以了。后面再来补充一个，颜色没均匀啊，后面补充的这一个调的不够均匀，不够均匀再来复一下笔，再来一点点胭脂。好，这一朵也可以了啊，这一朵也可以了，咱们今天4朵就差不多。那我们开始画叶子，叶子非常重要哈，所有家人们，我认为叶子比花更重要。就我们很多家人们花已经画得很好了，但是叶子呢，还是不过关，所以大家好好的看画叶子。好，我们直接在这个盘子里面加一点画嫩叶的颜色。加一点藤黄、三绿啊，画嫩叶咱们用藤黄、三绿。叶子很难画，所以要好好学，多练。好，来一点三绿。藤黄，您记得是藤黄啊，藤黄三绿，加一点藤黄三绿。好，先来把这个嫩枝干先布局上，把这个画嫩枝干嫩叶这支笔洗一下，洗一下，调这个藤黄，调藤黄三绿。三绿藤黄，然后调一点胭脂啊，调点胭脂。好，花心的正中间啊。藤黄、胭脂。好，我们先安排一下它的一个走向，叶子的一个走向。藤黄、胭脂。
啊，这些都是叶子啊，这两边都是叶子。我们先一步步的来啊。那这个的嫩枝干，下面这朵花的嫩枝干有可能就藏起来了，看不见。有可能就藏起来看不见，我们就先画叶子。安排叶子的一个走向啊，安排叶子从哪里出。像这个花苞的嫩枝干可以露一点点出来，但是基本上很多是被叶子遮住了。我现在是安排让大家知道这个叶子从哪里出，叶子从哪里出。然后我们现在开始调一个画叶子的颜色。好，我们先画这一组叶子，调一个画叶子的颜色。咱们画叶子用这个用花青加藤黄，花青藤黄加墨。花青啊，这个是花青，花青和藤黄。好，加水啊，加水来调和。好，花青加藤黄加墨，调成这种墨绿色。如果太绿了，我们画国画感觉太鲜艳了。好，笔肚里面是这个墨，笔肚里面是墨绿色，然后我们的笔尖再蘸这个浓墨，笔尖蘸浓墨来画叶子啊。好，我们一组一组的来哈，一组一组的来。我们先画这一组。好，这里先来一组叶子啊。
笔尖蘸一点墨啊。那这些叶子就伸到后面去了。然后这里加一些这个，用胭脂加一点这个叶笔。好，再蘸点墨绿色。好，笔肚里面蘸墨绿，笔尖蘸浓墨。啊，这叶子就密，就让它密散了，看不清就看不清。笔尖蘸一点水，再蘸一点墨，这个颜色就会淡一点。好，蘸点墨，蘸点水，再蘸墨啊，让颜色淡一点。这叶子会淡一点啊，让它有淡，从后面伸出来，有浓有淡。这里这些两个空隙有点类似，把这个缝隙里面加一点啊，让它灭掉这个缝隙。好，这一块叶子就比较多，然后我们这上面也可以再加一些嫩叶。好，这里加一撮。
好，这里画一组这个嫩叶啊，画一组嫩叶。天呐，又到上面去了，看不见了。好，画一组嫩叶。嫩叶用酸绿藤黄腌制。好，来，咱们再画赤纹下面这一组的这个叶子。好，我们来继续来加叶子。好，墨绿色，笔尖蘸浓墨。
这是后面的层次啊，让这个叶子有这个前后关系。好，这里可以画一组叶子掉下来的。这画完叶子之后，我们先开始都是大胆的画，我就是随意的去布局。到时候我们画完，把这叶子加完之后，我们还要再去看整体效果啊，哪里还需要去看整体，哪里需要去调整。好，这些有一些地方我们加一下这个叶柄啊，没有画上的我们加一下叶柄。好，再来看一下哪里还需要去加叶子，加一些嫩叶啊，有些地方我们可以加一些嫩叶上来。这里有深一组，这里有一组。这里的话要深的话，要跟它这两组要在一起，不能再伸到这边来，不要到时候就不好看了。这里可以来一组，挨近一点啊，跟这一组。好，我们蘸一点这个橙的三绿哈，亲爱的家人们，蘸一点这个龙的三绿，蘸一点墨。因为我把这些有一些叶子，我们把它覆盖一下，就比如说这里，这个就是它有一些这个枝干啊，要把这个枝干遮住的地方啊，我们覆盖一下。覆盖一下，所以我们这几片叶子啊都覆盖一下，挨着它的这几片叶子都覆盖一下，这样子的颜色会更有层次。好，蘸一点墨。好，拉上一点点了。我们再看一下哪里需要再去调整叶子。这个地方也是加点叶柄。
好，我们接下来来先画一些老枝干。画老枝干的时候，我们把笔洗一下啊，把笔在清水里面洗干净。洗干净之后，我们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笔肚里面捏一捏，里面还是有水，但是甩不出来的这种状况。然后我们可以先调一点点淡墨进来，然后笔尖再调一点这个浓墨啊，调一点浓墨。好，我们从这里下来。好，这一条画下来。一笔的话，有的时候墨占的太少了，可以一笔画不好，我们可以稍微复一下笔啊，复一下笔。好，这是第一条，然后再蘸一点墨，再蘸一点墨，在旁边再来一条。谢谢使用。加一点这个分叉出来。然后枝干画完之后，我们要整理一下啊，蘸一点胶墨，笔不弄散它，不要太实，加一些这种抬点呐，稍微把这个边缘整理一下。然后旁边这一条啊，也是一样，要整理一下。我画一下，看一下这个老枝干，拿这个老枝干这种浓的、淡的，还有这种枯笔，还有这个有主、有次、有参差，有的时候要有参差。假如说我们这张图上本来没有参差，那我们画的时候要画一些参差进来。然后我们下一组啊，还要画枝干，下一组我们就不要把它画到一起啊，不要跟它挨着一起，距离相差很近的。不要跟这里一直，这里一直，这里一直又不好看了。那我们再画的话，我们这个枝干就可以远一点点哈，远一点点。好，画到这里来。来，笔上太干了，只要一点点水。来，画完之后，是不是这种干湿枯的这种感觉出来了？出来之后，你就不是不管它，我们还要去整理它，就比如说这里，我们用整理的时候，不要用太实线，不要用实的线去整理，可以把笔弄散一点点啊，散一点的笔去整理，用这个比较这个浓的墨去整理，焦一点的墨去整理啊。该有飞白的地方，我们还是留下了这个飞白。啊，有些地方我们加上一些抬点之类的。好，然后这边也是一样啊，整理一下。
这里稍微有一点点粗啊，把这里加成这个抬点，尽量不要这个上面比下面粗。这一条枝干稍微画的粗一点点，如果这一条再细一点会更好。好，这里可以穿插一个小枝干出来。可以露一点点出来也行，露一点嫩芽，不露也行。好，这里再加一点点啊，因为感觉底下它没有对比了，我们加一点对比出来，加一点对比出来，这一堆，这一个。好，这一条枝干还要往上升一点，水分有点大。待会儿我们先把叶茎勾了之后，我们再看看哪里还需要再去补充一些叶子什么的。来，先勾叶茎啊。叶茎咱们用这个墨来勾。好，勾叶茎，一般叶子我们勾6笔哈，正常勾6笔，6笔勾叶茎法，咱们在这个基础里面有非常详细的讲解，家人们就是如果还不清楚的话，可以把基础里面仔细的再去看一下。
这个叶茎勾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嫩叶，咱们用胭脂来勾一下，用胭脂勾一下。我们再来看一下叶子哪里还需要去加一些叶子进来。好，像这些有一些地方我们可以这些缝隙里面可以加一些更浓一点的墨进来啊，这样显得这个叶子还有很浓厚。好像这些缝隙里面啊，感觉这个叶子还有后面还有很浓密的这个叶子。好，再往上拉一点点，咱们在有一些地方我们加上一些这个淡的这个层次，虚的叶子啊。淡淡的这个叶子，好，加点水，笔尖在这个旁边加一点点淡墨进来。好，加一些淡的层次，让这个叶子更加有层次感，至少有3个颜色的层次吧，有最浓的、最淡的，还有中间的。好，再看一下，检查一下哪里需要。好，这个用淡的叶子的层次。好，再往上拉一下，然后这个淡的叶子我们可以稍稍的勾一点点淡淡的叶茎，不要勾太浓了。好，这里加一个嫩芽，本来想在这里加一支，但是觉得这里再加一支不是特别好。我们看一下在哪里加会比较合适一点点，在这个上面加吧。好，先加一组嫩叶先来，这里先加一组嫩叶。
好，这里来一个花苞可以吧？调点3绿，调点3绿藤黄，调点胭脂，来画一个花托哈。好，这里已经这只能说画一些叶子啊。好，这些缝隙里面来拉一下，看一下要不要再加一组叶子上来。3绿再来一点点啊，再加一组叶子。好，这上面加一组啊，加一组嫩叶。好，我们上面再加一点点淡淡的层次啊。在这里加了一组这个淡叶啊，淡淡的。好，加一点淡淡的层次。来，往上。然后嫩芽。来加一组小嫩芽。好，加一组这个嫩芽。看还有哪些地方需要加的？地方也可以再加一个啊。来，咱们加一下花心啊，还有花心没有加呢。加了花心，这幅画就
基本上就完成了。我们来加一下花心啊。像这个花的话，就是都不用说，画很完整的花心，就加几颗花心进来就可以了。加几颗花心，然后这上面也是啊，加几颗。今天这个是比较写实的，亲爱的家人们，就写生啊，就整幅都是写生，有的时候只写花头，构图什么都是自己构的。然后今天这一幅基本上整个构图都是这个写生的这个照片上的。好，可以了。内左也不用加了。好看吗？这幅作品基本上就已经完成了。好啦，作品完成。好，这幅作品基本上像已经完成了。但是如果说我们想更丰富一点，我们就是让它对比更强烈一些，我们可以再加一朵花。因为现在我们是这边2朵，虽然下边是2朵，虽然上边它有这个花苞有3哈，但是实际上花也只有2朵，那就形成了这个相同了，有点形成相同。所以画还是要去推敲啊，就是我们画完之后，我们还要去慢慢的去看一下，去挂着去看一下有哪里还不够满意的，我们还可以作为一个调整啊。那我们在后面再加一个这个背后的花，我们就用一点牡丹红啊、胭脂去画就行了，不要用太复杂的颜色啊。加个背面的花，我们不要跟它齐，稍微跟它错开一点点啊，比如说到这里来哈，可以画一个圈。就不用画的太过于细致啊，大概的画一下，就是不需要太清楚。直接用点牡丹红，一点胭脂就可以了。好，这个缝隙里面加一点颜色进来，这些小的缝隙里面，好，这样子就可以了。这样子上面就感觉更丰富一点。我们往上再拉上一点，从下往上拉一遍，给大家看一遍啊。现在这个画面会更协调一些吧，上面就有3朵，下面就有2朵，就不会两朵和2朵对成这个相等。好，大家可以一起画起来呀。